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，从零开始学美发第5集。今天分享的是低层次45度剪发教学。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上一颗0层次修剪，它是一个水平的。那今天这一堂就延续了上一堂的效果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低层次45度角修剪。45度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头发上的低角度。那我们等一下每一片头发的提拉都在45度，包含两侧的位置。在开始剪发之前，我们先做最重要的分区。我们今天分4大区域去做修剪。对于分区有问题的同学，可以看之前的分区教学。我们先把区域划分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区域已经划分完了，后面2个区域跟左边1个区域，两边都是，这样总共4个区域就可以开始做修剪。低层次修剪最主要它可以形成的就是下面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层次。那在修剪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就是提拉发片的位置跟高度。今天会示范的就是从头到尾每一片都用45度去做修剪，最后再教大家如何去做检查。那我们就开始来做修剪。好，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啊，一样从中间做导线开始。那我们先拿出一片头发。然后这个宽度大概就是3个手指的宽度，那我们拉到45度的位置，从侧面给大家看，45度提拉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做1个指节的修剪，然后修剪完之后把它放下来，再连接到两侧，一样提拉到45度的位置。然后跟着我们刚旁边的导线去做修剪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好，这边是我们刚刚的引导线，那我们做连接过来。连接完成第一层，你会看到啊，这里就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层次，它下面最里面是比较长的，外面是比较短的，它就会有一个下面长、上面短的一个效果。低层次的原理呢，就是这里的长度跟上面的长度都在45度做修剪，我们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下面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，所以这就是一个45度修剪的练习。好，这样第一片层次就完成了。我们接下来进行第2片。那我们在划分线的时候，一样用这个抵住手指头拉下来，这样一条很漂亮的分线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每一次分片的厚度啊，平均就是2个指节的厚度，然后收起来。对于这种收发片、夹发片、分发片的小技巧，我们在前几集都有详细的教过。大家如果要练习、要复习，可以再回去看。好，大家有看到哦，我们把第2层放下来，它就会有一个你可以看过去对面。是有一点点导线的，比较短，这里有没有看到比较短的位置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区的位置，因为我们只拉了2个指节的厚度，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引导线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头发拉起来，你才不会头发太厚的去做修剪。第2区修剪一样，两侧先分中间，那把头发都拨到旁边去，然后往外提拉45度。拉起来之后，做一个水平修剪，然后再连接到两侧，拉下来，你可以看到对面比较厚的、比较黑的位置，就是我们引导线，那直接做修剪。另外一边一样，你可以看到这样拉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比较薄的跟比较厚的，那我们就从比较厚的地方做修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2片发片也都完成低角度修剪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边就会有一点微微的层次出来了。那我们接下来上面这部分一样用这个手法去做完成，完成后再给大家看看它整体的一个层次落差。那我们先完成上面这个区域。好，现在顶部区的长度也完成了。那我们每一次分线的话，都是2个指节、2个指节去做分线。那剪完之后啊，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一区的层次就非常明显哦。来特写给大家看一下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内层就比较长，外层就比较短。这是因为我们低层次修剪完放下来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层次的一个效果。那接下来我再来完成左右两边的一个层次做连接，连接完之后再教大家如何做检查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两侧修剪。那记得啊，在剪两侧的时候啊，
导线就是旁边刚刚剪的位置，所以呢，这里也要分一个平行线。那平行分线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先从连接的位置开始做划分，然后拉到刚刚剪的一个长度。那往肩膀的位置做提拉，拉下来45度，直接做平的修剪。好，然后再来下一片，提拉下来到45度的位置停止，然后做连接。好，这样连接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完成之后你会看到啊，两侧跟后面它会接起来变一个平行线。那我们再来往上2个指节去做分区。分区的时候记得啊，两侧跟后面都要做一个分区，这样你才可以拿到它两侧的一个均等的位置。然后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头发的湿度。因为啊，这样可以让你在看标准线的裁剪会比较准确哦。如果你已经头发有点干了，记得喷上一点水，然后一样从耳朵这里划分下来，拉到45度的位置，不对的长度修剪掉，拉起来，两侧这里做连接，提拉起来，继续连接。那我们剪到最后啊，你会发现啊，顶部区放下来头发变得很稀少，这很正常，因为顶部区的头发属于比较高层次的位置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把剩下多余的长度修剪掉。那记得一定都要提拉45度角，45度角我再讲解一次，这是90度，往下一半就是45度，所以我们每一片提拉的位置都是在这个位置上45度角，这样才能制造出低层次的效果。那我们提拉出来。多余的长度做修剪，两侧提拉。那你要记得啊，像这样的宽度比较宽，你手不好夹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2片的一个效果。提拉出来，45度做修剪，然后到另外一边往前带。好，那这样两侧的45度也都完成了。那另外一边我直接完成，等一下给大家看看它起来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剪法已经都完成了，全部都是45度角的水平修剪。那修剪完之后啊，你会发现它的圆弧度一样是圆弧的，但是发尾跟零层次比起来，差别就是它会变得比较虚、比较薄、比较有层次的感觉，但是又不会高到太夸张。也看到下面这边的层次啊，就会有长有短，就会让我们的头发看起来不会那么厚实厚重，不会那么呆呆扁扁的。所以像这种低层次的剪法技巧啊，很多种发型里面都会运用到的。它放到前面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它会自然的有一个弧度出来，因为啊，我们下面有一点层次了，所以头发的堆积的跑向啊，它就会比较容易有那种中长发的那种内弯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希望它的包覆式效果更好，它的剪裁层次就要运用到组合层次。那剪完之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剪完45度。那该如何做检查呢？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解法书，放射型的直立分线。好，直立分线之后，我们梳子直接往外拉出来，在45度的角度，我们先看这里有没有呈现一个水平的位置。如果完全是平的，那就表示你的剪法的层次高度是对的。那如果你有凹凹曲曲、弯弯凸凸的，那就表示你剪错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剪完这样的45度的时候啊，记得检查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要让自己的每一次练习都有进步。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，划分出来，你可以看到这样有没有一个水平的效果。最后整个发型的重点，我们在剪的时候记得一定是45度去做修剪，就是我们的90度往下一半，所以每一片的头发都必须提拉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修剪。完成之后，最后再来做检查。检查完之后，如果有发现哪边有错误，我们就在那一区块整个在做修剪。那如果要练习的话，我们每一次修剪就是2指节2指节的去做长度修剪。那我建议大家，你可以先练习0层次，完成之后再到45度的层次。这样以上的重点你学会了吗？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对今天影片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如果对今天使用的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做购买。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一个喜欢。如果不想错过下一集教学，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最后影片附上 IGFB， 记得追踪。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